谁在自称打工人和小丑？最早的屌丝到现在的打工人、小丑，这些称呼，我觉得恰恰说明今天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更清醒，也更幽默。清醒的是，他们对很多事儿不再抱有幻想；幽默的是，他们选择了一种最无害的发泄方式——自嘲。太阳底下从来没有过新鲜事，人性没有变过，世界没有变过。今天所有的事情在几千年的史书上都能找得到原型，唯一不同的是，由于信息大爆炸，人们看到接触到了太多求而不得的东西。本来知足常乐难得糊涂，但现在只要你打开手机，一座座海市蜃楼就在眼前挥之不去。古人说：“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。”但现在多少年轻人20、30岁就被迫知天命？海量的信息让他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上限在哪，也接受了有些东西生来有就有，生来没有，这辈子基本上也就不好有了的一个现实。但你能说今天的年轻人不努力吗？他们比任何年代的人都要努力，因为想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只是很多时候拼了命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，想放弃又不甘心，于是陷入了一种集体性的焦虑。为了缓解焦虑，只能重新自我定位，降低自我认同，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自我认同危机。他们开始自嘲，把自己藏在人群里，用弱者的姿态来获取安全感，隐藏焦虑。相比被别人打脸，还是自己下手更知道分寸点。与其被别人嘲讽，不如我嘲讽我自己。那这种幽默感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我们知道，人在生命危急时刻，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，让你反应迅速，思维敏捷，便于逃生。幽默跟这种身体技能其实很像，只不过前者应对的是突发情况，而幽默是人在长期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大脑为了化解痛苦的一种自救行为。久而久之，这种行为成为习惯，就成了幽默感。比如说郭德纲嘛，他年轻的时候很苦，我看过一个视频，他在一个玻璃房间里被人展览，几天几夜不能出来，就是为了混一点演出费，混口饭吃。后来专访里面他自己也说，我愿意给你当狗，你不要。喜剧之王周星驰从小就住在贫民窟，母亲一个人养活他们姐弟好几个，也是看见了人情冷暖，才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。其实仔细观察，你很容易发现，但凡特别幽默的人，往往都经历过长期的身心痛苦和煎熬。所以经常你讲喜剧的内核是悲，而那些出身好、长相也好的男神女神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几乎没有特别幽默的。这里我没有针对任何人，也不是说这种一帆风顺的人生就不好。虽然幽默感是从苦难中淬炼出来的，但苦难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必需品。相反，我认为人世间最爽的事，那莫过于少年得志了。但凡有的选，谁不想当个高冷的霸道总裁？谁不想年少有为不自卑呢？萧伯难说，人生有2处悲剧，一个是万念俱灰，另一个呢是踌躇满志。这句话以前我理解不了，直到后来我看到尼采说，悲观主义是颓废的表现，乐观主义是肤浅的象征，悲观的乐观主义才是强者的态度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万念俱灰就是过于悲观，太颓废；踌躇满志呢，又过于乐观，太肤浅。那什么是尼采说的悲观的乐观主义呢？我觉得就是这代年轻人，他们既没有像日本的平成废宅那样无欲无求，也没有像美丽国的流浪汉那样醉生梦死。他们自称打工人，自称小丑，努力的活着，平凡中透露着追求，屈辱里带着点倔强。我认为这就是悲观的乐观主义，这就是强者的态度。你好好品品吧，认同的点个赞，关注四哥，每天分享大实话。